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。要说这大锅菜熬菜，那可是北方特有代表性的美味。虽然不同的地方做法也略有不同，但总归也逃不过猪肉、白菜、粉条等主力食材。今天为了节省时间，先来切点猪肉。实际上大锅菜用五花肉最好，今天家里没五花肉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最后呢，还有更好吃的要加呢。切好肉之后，马上下锅翻炒。实际上做大锅菜用猪油是最好的。肉炒到变色之后，加点姜丝进来，然后再依次加一些花椒、大料和桂皮，翻炒几下，加入3个干辣椒，1大勺蚝油，1大勺生抽和1大勺老抽。本来应该先炒糖色的，但今天太着急给忘了，所以呢，现在再补几颗冰糖进来。等翻炒均匀之后，加1大碗水进来，慢慢的把肉先炖上。趁着炖肉的功夫，咱们来准备大锅菜熬菜的食材。白菜是必不可少的，简单几刀切成大方块。海带也是同样必不可少，切成略微宽一点的海带丝儿。然后还有宽粉条，用水先泡一泡。那今天呢，我还另外准备了1碗冻豆腐，用水泡一泡先解冻。另外还准备了1个土豆，先切成简单的小片。食材基本都准备好了，刚才的肉也炖了有15分钟。把肉连汤一起倒出来，锅里加点油，大白菜下锅炒一炒，然后把炖好的肉和汤也加进来。翻炒几下之后，把切好的海带丝下锅。此时锅里的汤水并不多，还需要再加入1大碗水，烧开，盖上锅盖，小火先炖上20分钟。20分钟之后，可以尝一尝汤的咸淡味儿，还可以再加1勺盐。随后呢，把宽粉条下锅，土豆片和冻豆腐也一同下锅，继续小火再炖上20分钟。又过了20分钟，把炸好的肉丸子拿出来，往锅里加上10几个。接下来再炖上3、2分钟，这锅大锅菜熬菜就算做好了。最后出锅之前准备些香菜加进来，当然还要加一点香油，然后就可以开心的出锅了。吃大锅菜当然要用大碗。其实这大锅菜还有一种很经典的吃法，那就是炖得非常的烂，时间要长一点，然后呢加点醋，就着蒜来吃。如果要说搭配的主食的话，在外面最常吃的是馒头，在家里呢还是米饭多一些。还别说，在石家庄很多乡村景点招待游客最多的就是大锅菜，而且还有很多是10块钱管饱的。其实这大锅菜熬菜，你再放点茄子啊、冬瓜什么的也都没问题。反正说白了就是一锅乱炖。怎么样？看到这儿是不是也馋了呢？赶紧开吃吧！同一个厨房不同的主张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，欢迎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记得关注三叔，我们不见不散。